就是那个光。嗨，我是老卡。复健进入第5个月，那些关于坐下、坐起与站立引发的超级神经风暴仍然持续，但因为找到了缓解动作而变得可控。我领悟到，身体这60年的惯性歪斜，是将歪斜误认为习惯的中立位。这源自婴儿时期的睡姿不正，导致后脑由左向右歪斜，使得左眼位置接近中位，并引发右眼视觉弱视。正位的定义是无感才是真正的正位，有感就代表正位还有距离。外观的歪斜也代表不正。老卡叹，60年锁紧了多少肌肉，现在就有多少肌肉要解锁。当麻木的肌肉恢复知觉，并往正位移动时，牵动的风暴好戏才刚上场。放轻松，身体早知道。行住坐卧到位盘点。本月严格执行姿势到位标准，包括头顶悬天、眼睛平视、下巴微缩、肩膀画圆后放与腹式呼吸。对于右眼视觉弱视，我采取暂时闭起左眼来提醒右眼调整。即便闭眼时仍有左眼想回中位的姿势惯性。行走时使用2只健走杖，手肘呈90度角，采取左杖向前，右脚跟进的模式，由臀部带起大腿，并且拉撑大腿根部。室内光脚走路时间每天可达 1.5 小时，室外行走单程可达20分钟。虽然速率仍然只有正常人的1/3，无障站立可以达到10到20分钟，但挑战在于会无意识的歪头、耸肩或膝盖绷直。坐姿要求坐在坐骨上，而且背部挂在椅背，而卧姿仍需面对动作失忆症。躺平前需将后脑勺就定位于蝴蝶枕。特殊状况，站起来虽然吃力，但遇到坐姿痛时，站起来反而成为松压的第一选择。虽然还是会痛，但比起坐姿痛是好多了。坐下时，因为光脚行走的刺激，让左侧肌肉觉醒，与歪斜旧骨架冲突，而引发足以令臀部颤抖的超级神经风暴现象。大腿皮肤缝隙甚至会闪出火花。这种风暴连续笼罩了2周，最后发现，以卧姿按压肚脐与小腹周围筋膜，能大幅改善疼痛。从卧姿坐起以及坐姿站起的超级风暴，目前只能依靠健走杖站立，并前后左右晃动，让短路的肌肉有机会错开，否则根本无法迈开步伐。辅助动作，本月增加了5个新的动作。首先是起床前扩大筋膜按摩范围，包含从小腿、大腿、臀部、腹部一路按压到脖子与脸部肌肉，这让站起后的风暴能较快舒缓。其次是起床后坐在床边，采取身后支撑分段归位法，双手后撑让下半背部脊椎下沉，等痛感消失后，再挺起上半背部与头部后靠，让肌肉在站起前再次归位。第三是头部后靠状态下进行眼球运动，眼球向四周极端角度翻转并定格，利用动眼神经与颈部的联动达到深层放松。第四是采取8字形摇摆骨盆，依序向左前、左后、右前、右后移动，解开 X 型区间的筋膜死结。最后是走路时专注于臀部带动大腿的动作，拉伸大腿根部以捋顺全身肌肉。此外，
我仍持续分段去除大腿皱褶处的死皮，每移除一段就能解除一段痛感。生命本能活动盘点，我持续执行营养集中化策略，晚餐改为早午餐，利用行走转折点进食，每餐维持200公克蛋白质，并配合维他命与益生菌，这让空腹体重回升 1.5 公斤，达到 61.5 公斤，标志着高密度能量供应已经产生盈余。进食时练习细嚼慢咽，混合好口水，增加吸收效能，并减少坐姿火花的产生。排便状况转向通畅的长条形且润泽，代表肠胃蠕动功能回稳。凌晨甚至开始有饥饿感。小便呈现细细泡沫夹杂3层的大泡泡。尿量增加300到400 cc， 夜尿间隔拉长至4小时，每晚只需起来2次。睡眠部分虽然睡得好，但因无法侧睡，开始出现睡得较浅的现象。新发现与待办事项，这个月发现活动量显著增加，室内光脚行走每天增加30分钟，室外行走增加10分钟，单杖行走距离也增加到20公尺。身体明显改善后，眼睛开始能看视频，也能轻松帮忙洗碗等家事。戒烟已顺利满150天，这为神经修复提供了极佳的环境。随着能量池水位高于生存红线，大脑开始产生对未来工作的职业想象，这是重要的心理复位讯号。下个月计划将新发现的辅助动作纳入固定流程，并盘点左右手交换习惯的养成进度。则近道矣，物有本末，营养能量吸收是修复之本，增额的活动量则是能量盈余的末。事有终始，框架回归正位是终点目标，视觉补偿校正则是所有重建的起始。知所先后，根本的问题，视觉与核心筋膜要先解决，最后的目标恢复原形，才能在能量盈余下达成。则近道矣，讯号和逻辑对了，机制就建立了，离目标就不远了。结语，我是老卡，大腹的天职就是观察讯号，并对身体说，如你所愿。My body is my body。谢谢观赏。